云崖寺为君子的商贾和官员开了斋宴，我在斋宴之前看到了顾朝夕，追着他去了后院，却无意之中迷失了方向。等我找回斋宴，就发现那群人围着尸体，还有那个香囊。这些货物皆是顾家的一份心意，寺中若有所缺，请尽管开口，顾家定当全力相助。大少主，斋宴即将开始，咱们该过去了。三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好端端的怎么？别看了，熬着。这是。这怎么有个尸体啊？大家快来看一下！死人了！别看了，熬着。所以当日你在云崖寺，本应该在斋宴之上，却遇到了一个像朝夕的人。那就是顾朝夕。朝夕那日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若不是大哥看错，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刻意为之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大哥，此话怎讲？不正是你二人合谋，引我入局，以此挟制于我？若想挟制于你，何必做局？你原本以为自己买凶成功，直到后来发现冷言失败，所以你才想杀婉娘灭口。现在我还想帮你，大哥，不如说说，你如何想到买凶冷言？是何人所言？朝夕不是你的三弟，又是何人向你引荐了李郎中？我原本的确不想管你的死活，只是藏在顾家背后的人再三挑唆，若你们反目，恐怕他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状元、沈将军、太子殷正、顾家、玄机阁，果然和这些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年，大哥将商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做顾家家主，无可厚非。但顾家本是一体，大哥所做，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即便你成了家主，就真的能将家主的位置坐稳吗？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大哥会觉得朝夕并非你三弟？没有人挑唆。那件事情，是我那天去向父亲汇报商铺营收时，无意间听到的。家主，行动失败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的最后一丝血脉。所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玄武才找你投诚。自然不是，他们没发现我。听闻父亲要把你以玄机阁阁主的身份指给三弟，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根本就是要把顾家交给一个外人。所以，我去找了顾玄武。他不知道我听到了他们那日的谈话。二妹常年在外吸毒，四弟又是武痴，二人皆无心顾家事务。他是识时务之人，知道只有我才能助他夺回玄机阁，所以，他选择归顺我。大哥所言的归顺，就是在你遭人算计时，无法相助。你，大哥，可要三思而后行。毕竟，
我是现在顾家唯一愿意相信你是遭人算计之人了。恐怕一开始，玄武就在与你周旋利用。你隔墙有耳听到的话，说不定就是他本故意说给你听的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最后一丝血脉。谁？只不过是风罢了。大哥无需反问，在生意场上你的远见与判断，都非我等可以匹敌。但玄机阁本就在探秘与人心，顾玄武不过是因为了解。兴起，想找个理由探探三弟那枚玉佩的下落。冷言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，我不放心将此事交给玄机阁，便私下去找了他。但既然冷言失手并未酿成后果，可冷言死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到了二妹在案发之后去过冷言的居所，还将婉娘带回了霓裳庄。这是他的宫启，来到霓裳庄的时间就是冷言遇害后的第2日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冷言就是他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吩咐婉娘动的手，才在事成之后将他带回霓裳庄。大哥最好有些其他发现。你派去杀婉娘的刺客是我带走的，大哥不必再试探。只是我未想到你会动用玄机阁的人，难道就不怕此事会被家主发现？今日多谢大哥坦言，如果想到其他事，可以来扶风阁找我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哥早些休息。等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查到二妹去过冷言的居所，想必已经怀疑她了。那她1个月前曾悄悄回京见过三弟，你可知道？主人可是要去二小姐院住？不急。主人既对二小姐早有怀疑，也查出药房缺失药物流向二小姐院中的证据，为何反而将注意力放在大少主身上？你觉得家主为何将我引入此局，只给朝夕？难道不是为了借你和顾朝夕的婚事，稳固玄机阁与顾家？是，也不是。无论二姐刻意的示好，是真的想与我同盟，还是祸水东引，即便这一切都被查出与他有关，你觉得家主是会先处理他，还是我这个顾家的外人？你是说，家主或许早有察觉顾家有人怀有异心？我收到了那封指向顾家的密信。大哥也听到了有关朝夕的挑唆，问霜也是如此。
可是我最初一直都不明白，就算有玄机阁的牵制，顾家那么多人，家主何必放权给我这个外人？后来，我还是要感谢我那位夫君。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若家主将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难以善了。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外人，才有所顾忌。家主一生杀伐，如今垂暮，这院中之事，怕是也难以单凭对错来决断。所以我首先需要的不是找到凶手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被我完全掌控的盟友。二小姐和四少主不是有意与你成为盟友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盟友。发生何事？老爷房中遭了贼，吾等奉命搜查。三少主夫人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方才还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往那个方向去了。那是二小姐的院子。走。更深入重，莫要让夫君等得太久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天字任务？怎么会又出现已开启的天字任务？阿龙有危险啊！我本来以为这次的天子任务将会由你完成，没想到阁主竟然将它交给了我。那便预祝你顺利完成任务归来。你当真希望我顺利归来？可如今阁中传言，家主将重择阁主人选，你我不对，应该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下任阁主。玄清，天子任务亦为天子任务，都是为当今圣上办事，何必分你我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家主为何会将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？主人，派去江南故居的人回了吗？未曾。如此，你明日便启程替我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主人难以轻信他人，但是我的命是主人救的，我绝不会做背叛主人之事。您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，所以您到底还是……你还真是……救过你，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我是否真的救过你。那日是你进入玄子所的第一个任务，你当真以为我出现在那里，又恰好带回了奄奄一息的你是巧合？不，与我做天子任务时家主给你的任务一样，在你的第一个弟子任务时，我的任务是，一旦你的任务失败暴露，我就要杀了你。
你的任务成功了，所以我将你带回。但我做天子任务时，家主明明给了你同样的任务，你却拒绝了，还以此契机成为我的死士，这是为何？主人，明早启程吧。谢谢。夫君可想好要问我什么？看来是还未想好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夫君。夫人，请问。夫君何故夜探家主的斩春阁？来到顾家，又是所谓何事？难道不是夫人带我来的顾家吗？如今玄机阁他这是要去哪？这就是夫君的问题。酒墨喝得太急。玄清的根骨极佳，而性格至刚一舍，他不适合这里。他难道不是你唯一信任的人？信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便一直在玄机阁。玄机阁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这是我8岁的时候，将我迎来的馒头分给了另一个孩子。他为了夺取我手中的另一半，给我留下的。这是我12岁时，同出任务的人，在我为他挡下一刀后，却将他的刀刺向了我。这是我越级接天子任务，要在1炷香的时间内，从弟子组的所有人中杀出重围。有人在认输之后偷袭，还有这里，玄机阁便是这样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我是否有亲人在世。
但若他们还在，又为何将我送到玄机阁？信得过之人，就连家人尚且如此，你觉得我应该信谁啊？又能信谁？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映沧桑。你醉了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。重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映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我不走。往昔故事心中。多少眷恋难相忘，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父亲，2次天字任务时间离得这样近，恐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孩儿请求同娱乐一同前往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次的任务，谁说是要他去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过，待他和三哥……娱乐既已是阁主的候选人，这天字任务不是理应由他前往？玄机阁的阁主候选人，不是只有他一个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
走。我不走。主上，他为什么要赶走那个侍卫？他现在身边不是正需要人吗？他当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个什么玄清。那个玄清虽然看起来头脑不太灵活，却难得是个愚忠之人啊。他并非不信，对他而言，玄清就像是与他经历相同、结局却不同的缩影。他放他离开，或许是想看到自己离开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吧。但他连夜离开，看方向是去了您留下江南故居的地址，需要我去。不必了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夫人要查的是一支多方兽族，看来死人手眼通天，你先回宫里好生查他。是那条天字任务吗？对。你今日怎么会来？我刚好做了些点心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今日确实有要紧事来找二姐的。近日我核对了一下药房的账簿，发现药房每月有部分的药品去向不明。调查后发现，这些药品流向正是二姐的院中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药品融合后含有毒性，若长期服用，足可致死。更巧的是，我将这些药品拿去请人辨识，药品融合的症状与家主极其相似。什么？弟媳的意思是，父亲如今乃是中毒之症？正是。父亲的病，父亲的毒与我何干？我擅长制毒，顾家谁不知道？想必那人也定是想以此将罪责推脱到我身上。不过，弟媳就是因为这个，才四处去寻秦神医的。弟媳真是有心了，可别我们这些人都要用心。二姐，既心中坦荡，不妨将绣下之物交与我看看。什么都瞒不过弟媳的眼睛，不过我的笑九泉毒性极厉，还是不要误伤了美人。我本就研习制毒，这件事顾家上下都知道。至于药材，药材的去向，弟媳何不去问问三弟？我自然是想问朝夕，只是朝夕听说我曾有一条随身携带的手链，便打听了样式，差人去找相似的，却得知这手链当中有一颗琥珀，来自南疆。若我没记错，二姐那时恰好在南疆修习医毒之术。只是他没想到，那日将这琥珀送回的人是我。二姐，要自己下棋呢？你不是说还有2个月才能回来？
此局并非是我一个人对弈，这盘棋还没下完。是你那位心上人。这是？你不是急着要一颗上等的琥珀吗？二姐，这是何必呢？派个人送来就是，何必亲自过来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能让我三弟魂牵梦萦的女子究竟是何模样。我听说父亲为你指了婚，如果你想，二姐可以顺便帮你逃婚，去寻你那位心上人。二姐，说笑了。我可没有说笑，这顾家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座屋舍，但你不同。10年前我炼毒九死一生时，顾家无一人发现，只有你察觉之后救了我。二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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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有事的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若有人想伤你半分，不管那人是谁，我必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其实父亲并非不尽人意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我们相处。大哥、四弟、三弟，你还是太过单纯了。父亲以身体为名将你囚禁于这扶风阁，谁知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？谁不知道这玄机阁是你母亲一手建立而成，他这次的指婚也必定不简单。大哥一直想要得到家主的位置，如今得知你要成婚的消息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四弟与你被指婚那人关系匪浅。若他当真与四弟情投意合，我定不会做那个拆散他们的人。你这人真的是，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倒是关心起其他人来了。二姐说的是，待他归来，我定会亲自问他。若他当真属于四弟，即使忤逆父亲，我也定会推了这种婚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不是……无妨，我已然习惯了。既然我已身处这樊笼之中，又何必让他同受负累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个人不是三弟。可我察觉你也在暗中探查消息后，我不也主动将查到的消息交给了你？那只是你的试探罢了。引我去查大哥，也是你的有意而为。你既知道，又为何还顺着我的心意去查大哥？还是说，我只是恰巧给了你一个去查大哥的理由？你既不愿说便算了，毕竟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你也是除了我唯一一个关心三弟去向的人。不过，我原本计划盗走衙门的那具尸骨，却有人比我先行一步。盗走尸骨的人是你吧？那当真是
无论是或不是，真相总有大白之日。不过，家主中毒一事，二姐仍未洗脱嫌疑。嫌疑又如何？朝夕遇刺一事，你当真以为家主就能洗脱嫌疑？他明知顾家内乱，还将你指给朝夕，在他死后又顺理成章的将下一个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。恐怕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将玄机阁和顾家交给你二人吧？家主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人。阿洛，我听说了，父亲将天子任务交给了玄武。这天子任务向来都是由阁主或代理阁主完成，怎么能交给玄武呢？玄武本就是玄字组的，理应成为候选之人。可你上一次越级请接任务，父亲就承诺将阁主之位交给你。家主的决定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不管什么道理，若是父亲执意将任务交给玄武，我便去杀了他。四少主，莫要意气用事。意气用事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绝不是在意气用事。阿洛，你明白，若是你所想之物，我便会为你寻来；凡是阻碍你之人，我便会为你肃清。三哥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；他做不到的，我可以替他完成。夫人。夜里风寒，切莫着了凉。啊，四弟也是。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今日之事，我便当从未发生。四弟也莫要再提了。下雨路滑，夫人注意安全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？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候夫人归来。若我今夜未归，我便在此处等待夫人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父亲，您既未收回命令，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请我收回命令？你该知道，她是你的三嫂，难道今日你三哥的提醒还不够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您既已许诺将玄机阁交给于洛，如今又为何要反悔？爹，既然您对于洛不公，那我便去为他讨回这个公道。
根据玄武这几日的动向，他要探查消息的对象竟也是沈将军。为何2次天字任务的目标相同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今日我只要打乱玄武的计划，阻止。不是说不关心我的任务吗？为上级办事不分你我。如今深夜前来阻挠，又是为何？玄机阁任务，何来杀人一说？哼，你接的任务还少，自然不懂。一派胡言！玄机阁只认阁主令和任务卷轴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去问家主。不过，也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去问了。若不是我上次的天子任务失手，家主又怎会将这交给玄字组的任务放权给下面的人？有毒！是你，小姑娘，你快走！你中了毒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要为了我枉送了性命。有没有毒又何妨？你不过是越级接下天子任务，还真当自己配成为阁主？区区地字组也配是我的对手？主人，给我杀！沈清，沈清，沈清，主人，别管我，快走！不走。玄清还是抗命了。江南无惧无人，小心有诈。沈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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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不必难过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兄弟们，上！自己的仇，自己报。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于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我这是来完成任务的。我看不到你的任务究竟是什么。最近有官员离奇死亡，我从前不知，今日看到你这般行事，恐怕正是你暗度陈仓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正是玄机阁的任务。一派胡言！我今日便要为那些人，还有为玄清讨回一个公道。玄机阁有令必达，不问出处。我这一生一直都在寻找一把刀，直到后来，我才渐渐明白。我就是那把刀，扰乱玄机阁，让你围杀沈将军，究竟是谁？没有人，我的每一个任务都是玄机阁的任务，没有任何人指使。那你死吧！
现在就连你也不在了，你本可以无拘无束，远离这些是非。至少，能留在你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我与他不同，是因为我的忠义，都系于一人身上。顾玄武已死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。为了你，为了朝夕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你怎么？我说过，不会在此处等夫人归来。还疼吗？从前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哄我的。夫君脖子上的伤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伤的。夫君不问我今夜去哪儿了吗？夫人想说之时，自会告诉我。夫人难道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本来是有的，现在不需要了。谢谢。主上，将军的身体已无大碍。那些刺客虽然着装相同，但是那些刺客虽然竭力隐藏身法，但看其刀法，像是军中之人。我查了他们的双手，老茧极为厚重。军营？去军中调查一下，近日可有亡故、失踪或告假之人？顺着这些线索查下去。是。哦，他的那个侍卫原来那天不是负气离开，而是快马加鞭赶去赶回，倒当真是个忠义之人啊。只是他去过江南故居之地，不知是否会回报给他对您不利的消息。你假死离开，不肯回宫，就是为了那个女人。我在苏州见过她，她是玄机阁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断不能让她离开。无法。那日遇刺之后，我顺着线索查到顾家，便留下来探查。若当真玄机阁有鬼，如今的玄机阁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只是因为这样，
顾家新丧的三少主顾朝夕，与我的面容极为相似，见过探诊。他，便是当年我们都以为死去的皇兄，殷慈。怎么可能？新丧，他已经……难道当年的刺客，真的是顾江？当年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顾江、云穗，还有你的母妃涟漪，本就是同门。玄机阁更是你母妃和云穗共同创立。只是他们都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。涟漪嫁入宫中，你父皇当时并无实权。涟漪便利用玄机阁，为你父皇巩固地位。只是好景不长，你父皇为了地位，还是娶了右相之女。后来，涟漪回天机门祭拜，途中不幸遇刺。站住！别跑！三妹，别往了。阿紫，然后阿紫在那边，快去救救他。好，三妹。等我赶到之时，只救回了襁褓中的你。我当时不停地寻找，始终都没有找到。我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，可辜负了她的嘱托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牌，自从顾江接手之后，如今的玄机阁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了。有人欲刺杀你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死去的那人真的是殷慈的话，那他的死必不简单。刚才那个女人牵扯其间，也脱不了干系。你切记得，莫要让顾家任何人知道了你的身份。为今之计，并非是亡羊补牢，而是要查到杀害顾朝夕的真正幕后之人。只是，我们的人在顾府守了这么久，这次天字任务前，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顾府。他们到底是如何接收任务消息的？我让你盯着的那人，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线索。有了今日的线索，想必你很快就会查到。去吧。是。现在想来，醉仙楼老板娘出事当晚，朝夕也在附近。可我隐约觉得，似乎有人一直想引我去查。如果这几起意外当真是玄机阁所为，看来有必要再探一次玄机阁了。哎，今天怎么不见玄武大人？出任务去了，现在还叫玄武大人，等他回来，说不定得改口叫阁主了。哦，对对对。
夫君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阁中养伤，怎么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夫君这般不避讳，就不怕我叫人来吗？夫人若是不怕人来，恐怕也不会穿这身行装。况且，我想夫人应该不舍得我被抓走吧？那也得看谁先拿到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日在玄机阁的人是你。暗中帮助玄清的人，也是你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有人接手安阁，给我追！是。夫人可别信我。夫君以何身份问我？我知夫君不愿相告，但我亦不希望无辜之人牵扯其中。若你是赵熙，是我当初带回投奔远近的书生，我便断不会将他交给你。但我探查过沈将军过往，沈将军一片赤胆忠心。若说朝中有人可解此局，我只信他。你若是以沈将军幕僚身份前来，便是我要问你，我可以信你吗？诸位夫人，万死不辞。玄机阁天子人物，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安阁。我检查过房间四处，没有安门，从外面看，也始终没有人进入或打开密匣。既然无法从外面拿走东西，说明机关还是在密匣之下。若这东西是从地下被人偷偷拿走，或许一切都可以说通了。打通这个四通八达的地下暗道，而且还不被人察觉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道查起。早去。早回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六道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浊壶沉水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你一笑凄美，同入到
减肥3000泪，为你醉。怎么约我来这里？这里人多眼杂。我托大哥找的人，可有消息？找到了。那几个乞丐偷了一户人家的东西，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。我已经命人将他们好生安置了。不过，你找几个乞丐做什么？大哥常年走商，人脉广博，玄机阁都未找到的人，竟能被大哥找到。你约我出来，就为了这个？自然不是。这几个人，大哥可要好生保护。云崖寺的事情，我也为你洗脱嫌疑，将斋宴上盗走你香囊的人交给了官府。这些事情，让你那个下人来通报一声就好。为何约我来这里？玄清不是下人。好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，今日你约我出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今日有杂耍团表演，逢年关将至，街道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听闻晚些会有打铁花表演，大哥可想和我一起看？那些都是四弟喜欢的东西。你约我来看烟火？三弟呢？这几日怎么没见到他？哎，那边打铁花快开始了，走走。哎，行，正个好位置去。排你排你。大少主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，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。夫人，大婚前夕却与别人同饮，莫不是以为我不再回来，已经开始另寻他人？我哪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？自然要做其他安排。夫人在此，我定当回来。若再远行，定告知归期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他在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约顾朝生出来，不就是想让他看到？我们上一次没看成的铁树银花，这一次刚好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
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多淋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？他还在。还在。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夫君此行可还顺利？我已将东西送到沈将军手中，相信不日内便会有好消息传回。夫君对幕后之人可有猜测？不急，夫人可以先收网。毕竟，卷轴牵扯出来的幕后之人，恐怕也并非主谋。哦，我离开的这几日，夫人过得可好？怎么我刚一回来，便看到这么一幕？夫君不是早已经猜到了吗？至于戏好不好，还不是得看夫君。大婚之日将近，夫君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。在下身体羸弱，还是要仰仗夫人你的保护。夫人为何突然这么着急，引蛇出洞？若我所料不差，这一切皆是家主布下的一盘棋局。家主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崖寺的尸体牵扯到大少主，我去处理善后。哦，那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已更换了相似的香囊，目前官府应该查不到大少主的身上，我会尽快查出真凶，还大少主清白。玉洛，坐享秦宇恒灭门真相的答案在握，不在玄机阁。你闯玄机阁之事，我可以不做过问。你若想知道真相，待查清这幕后之人，再来找我。那封密信是家主？不，我也收到了密信。玄机阁余落生变，收密函已得知，其为侥幸逃过灭门的秦宇恒之女秦香，且左丞相秦宇恒灭门之事，与阁主大人有关。谢县之人说，你已收到密函，得知当年秦宇恒灭门一事，与我有关。昨夜我被人群冲散，后来一直未曾寻到你。多谢你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无妨。大哥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奉阁主命，去调查玄武失踪一事。昨夜我已明白你的意思。若你想看打铁花，待你调查玄武失踪一事回来好。夫人。
夫人，早些回来。我去就回。夫君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无论这家主是否是幕后之人，你都暂且过了他这一关。我会在这扶风阁好好等你回来的。待我归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日。夫君，你可以好好做准备。嗯。若想清楚背后栽赃陷害、愚辱之人，可于今夜前往扶风阁，便可一知其中诸多缘由及真相，皆可解开。弟媳今日怎么不在？父亲差他去做些事情。去寻玄武了。本来还想和他商量下大婚的细节，父亲怎么这个时候差他去办事？无妨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会告诉他，二姐来找过他。三弟也真是沉得住气。如果玄武当真完成了任务，必定会动摇于若准阁主的地位。难道三弟就不想为他做点什么？二姐觉得我该如何？你若真的喜欢他，便该为他争上一争，为他夺得玄机阁。二姐觉得，于洛要的，当真是玄机阁。即便大家都在顾家，其实这些年你与他并无交集。他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，已愿与不相识的你成婚，还不足以证明阁主之位对他的重要。而你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又凭什么只因父亲的一句话就可以对一切唾手可得？什么时候？只是小九泉。不，我怎会让你含笑九泉？这是比笑九泉毒性更烈，此毒无药可解，会让人浑身痛苦而亡的毒药。它会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个地方，让你痛苦至极而亡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还会回来？不管你活过来多少次，我能杀得了你一次，就能杀得了第二次。第二次。是啊，从前那个，就是被我所杀。是你，冷坑。对，是我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师姐，这是给夫人的。啊！夫人，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下狼坑！我把他丢进狼坑，亲眼看着几只狼将他的身体撕碎。无论你和他谁是真的，无论还有几个顾朝夕，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处理干净。同是手足，何必这般赶尽杀绝？你怎么？我怎么会回来？可惜，我本来就没走，就为了将你引出。你没中毒？自然。若是你有意悔改，那这杯中下的只是迷药，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只是可惜，你不但不知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将手足丢下狼坑，看着惨死。你在其后得知大哥也曾买凶，便动了清理杀手，将一切推向他的念头。只是可惜，你不知道他买凶时，也曾被人看到，知道了事情的始末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回头吗，温霜？你什么时候？很早之前，我托你找秦神医，却在花灯节遇到刺客。三哥是什么时候找回的？2日前。我被以二姐的名义引到了醉仙楼，可仔细想来，在醉仙楼楼下，最先遇到的却是你。阿陆，约我们来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我原本不愿相信，可是，真的让我开始怀疑，是那条手链。去查一下，三少主遇刺当日，顾问霜身在何处？我断掉的那条手链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你送我手链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奇怪。那时候，以为你只是在漠北偶然看到手链，想起那桩陈年旧事。直到我看到朝夕被寻回的那条手链，你提早秘密回京，
将刺杀一事推卸到城外太子殷纣之死的盗匪身上，想借机瞒天过海。这样还不够，在得知大哥也曾买凶后，又将杀手灭口，寓意以此掩盖朝夕的死。甚至你在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还买通数人去查看尸骨，以此掩盖你乔装成乞丐去检查尸骨的痕迹。为此，你不惜想杀那些人灭口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才让自己暴露。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哦，对了，杀死冷言的毒药，你用的也是二姐的笑九泉，对家主投毒，如今还易容成二姐的模样，再次对朝夕出手，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神医和醉仙楼的老板娘？仅仅只是因为我说，希望秦神医医治朝夕的病。不，你知道我收到了那封密信，你也知道我会因此开始怀疑顾家，所以你便将他们全杀了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哪里不如他？你沉迷练武，我便自幼陪你练武。我为你去寻遍华能，我去为你争夺家主之位，我甚至为你负了天下所有人。你看见这手链了吗？10年如一日，我每天都带着它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，可是你呢？你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在地一片真心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我要的是握在我手中的刀，而并非依附旁人的权势。玄机阁的天子任务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家主的毒，是不是你所下？你与顾玄武有何干系？我没有给父亲下毒。指使你做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？我如果不说，是不是就可以永远忘不了我？天子任务一事，想必已见分晓。那个幕后之人，何总管，请吧。
滚开！我自己走。你怎么会清楚玄机阁的？不对，你会武功，你不是三弟。今夜金不淡，一朝风月梦与飞。忠心何处修身术？冷眼旁观宁亦非。铁帘寒光孤照影。斜阳窗下映余晖。炎凉世事知几许？天意征途未可为。原来他将我支开，是为了把一切都嫁祸到我身上。没能亲眼看到他自食恶果，真是可惜。同是顾家人，就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了。哟，大哥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你买凶要刺杀三弟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好了，没想到一个宦官竟如此大胆，屡次假传天子卷轴，陷害忠良。如今他揽罪自缢，幕后之人恐怕很难再浮出水面了。大哥不必这般看着我，有话直说便是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你这是易容？算是受沈将军之托，前来帮助顾家查清内患。如今局势，各位如何打算？是否需要我帮衬一二？如今情况复杂，既然这位官爷已经清楚我们顾家没有儿媳，还希望能够为我们证明。只是，这些都是顾家的家务事，就不劳烦你插手了。雨落。作业过后，我想了很久。从前，我总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得到父亲的认可，却忽略了顾家这宅内的亲情。我原本以为，几个弟妹之中，温霜算是与我最为亲近之人，没想到却……你说的对，如今顾家已成了众矢之的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三弟和四弟都……从前是我太过狭隘，经历了这些，如今我只想将家产散去，多留江南的部分，带着大家远离这些是非。大哥觉得事已至此，即便牵制江南，顾家还能全身而退。可如今四弟和何总管都死了，我们如何找到幕后之人？若一日找不到幕后之人，那我们所有人岂不都陷入了危险之中？大哥可否还记得云崖寺下的那些猎户？云崖寺因大雨坍塌，众多商户前去募捐，但那场大雨同样祸及山脚的猎户。很多人清楚，也有很多人不清楚，但为其送去粮食、帮忙修缮房屋的人，却只有你。云崖寺的善是善，猎户村的善也是善，但区别在于，前者的善
有利可图，后者的善自有心者。那也是我对大哥印象改观的开始。我对顾家来说仅是外人，但大哥是聪明人，应当知道顾家既在风波中，便再难全身而退。一旦顾家退，那真相将再难浮出水面。未来会有更多人因此受难，那又怎是大哥希望看到的？但既然那人千方百计想夺取顾家与玄机阁，那我们便可请君入瓮，将一切终止在这里。我现在竟然觉得，顾家，不，即便是玄机阁，对你来说都并非成就，而是埋没。从前我一直以为你的名字该是取意沉鱼落雁，如今看来，该是西风林叶吹鱼落，飞过前滩看水流。你的谋略和才智都让我感叹，金鳞岂是池中物啊！他当真可信？若他就是谋划这一切的幕后之人呢？幕后之人，既能让何总管畏罪自尽，必定位高权重。我心中隐有猜测。是谁？我一直在想，幕后之人如此了解顾家，定然与顾家人有所接触。再加上之前有很多尚未查明之事。大哥曾说过，为朝夕看诊的郎中，是大哥听取偶感风寒随意寻来的。那日你听取时，只有自己吗？听取那日我是和……看来，夫人对这幕后之人也有怀疑。夫君呢？明日大婚，大婚自然如期举行。夫人难道从未怀疑过，我就是那幕后之人？自然是怀疑过，但是你的几次舍生相救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本是不愿意说这些的，但玄清的死，让我想明白，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从前我便想着，等到三弟娶妻，便为他与他的娘子量做喜服。只是可惜，三弟没能穿上。即便是你，也未能与心爱之人同穿。这件喜服很美，你喜欢便好。
大哥。可想好了，出了这道门，便再无回头之路了。大哥与顾家上下，皆为天下百姓忧虑，放弃了全身而退的机会。余洛何敢推荐？该我们感谢你才是。有你是玄机阁之幸，亦是顾家之幸。等下，无论是顾家还是玄机阁，都定会全力护你。如此便，多谢大哥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别让新郎久等了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重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。多少眷恋难相忘，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二拜高堂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好，好。夫妻对拜。
我知道此人狼子野心，却没想到，他竟以此顶替了我的身份。被丢下狼坑，衙门那具尸骨难道也和顾家有关？那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呀？顾家是真神，事儿啊！我三弟就站在这儿，将这个恶意扰乱大户的人带下去。且慢，大哥，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？你说你是三弟，如何证明？我能证明。那日我与三少主原本在等准三少主夫人回来，谁知三少主突然收到一封密信，竟不听劝阻出了城。阁下何人？正是在下邀顾三公子一叙。上。就是他，劫持了三少主。为了救回三少主，我假死后跟在他们身后。我看见他毁了三少主的脸，将他丢入狼坑。如果不是我趁他们离开及时救出了三少主，恐怕……只是没想到，此人竟心狠手辣至此，想以如此手段杀害三少主。这段时间，我几次命悬一线，支撑我挺过来的，就是绝不能让这个人祸乱顾家。想证明我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，很简单。这些年我一直跟在三少主身边。我给了你无数次解释的机会，可是你还是不愿意说。夫人，当真不愿信我？那好。陛下，跪下！传我口谕，任何人不许对他、对顾家人有任何的追责。殿下，听到没有？是。霜雪不识及时归，但愿相见会会时。殿下，我们走。
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若公子无处可去，不如随我回去某一份差事。什么差事？我的夫君，你既与他有8、9分相似，我便可以助你10分相似。怎么是你？夜里风凉，于是我便来送医了。我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更讨人喜欢。夫君，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此时此刻将永恒编织。夫人。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这是打算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夫君，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问的太过清楚。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？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回。夫人，可是我下手太重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眼里进东西了。我帮你吹吹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那他如何？求我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烛红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明一笑凄美，同入刀口。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自卑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受益更大。只是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你我涓涓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我不走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，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待夫人归来。没想到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家中养伤，怎会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早去。早回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你我涓涓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
小溪和那位三少爷已经按照戴阁主的吩咐带下去安置妥当。知道了。戴阁主可还有吩咐？下去吧。这扶风阁内大婚的物品可要清理。不，你帮我看看下个吉时是什么时候。是。夫人，当真不愿谢我。那好。玄清，夫人，我之前想要送你的手链还在吗？三少主有何指教？没想到，只是与你暂别的这段时间，回来后，竟是这般的物是人非。三少主不必多想，我已差人重择吉日，与三少主再行完婚。我如今变成这番模样，你还愿意与我成婚吗？自然。难道三少主不愿与娱乐成婚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三少主莫要担心，你且回去安心养伤，待到重定吉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时。戴阁主大人，你可曾见过玄武大人？未曾。是未曾，还是不愿意提起啊？戴阁主为了阁主之位，越级从众兄弟们中杀出，竟然连新婚夫婿都可以杀害，当真会放过与你同为对手的玄武大人？戴阁主果然不择手段，为达目的罔顾同阁之谊啊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难道不是玄机阁教我们的？你们称我一声戴阁主，如今至于我，便是质疑玄机阁。至于越级，或者嫁给谁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呢？可有自己的选择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三少主夫人又要大婚了。嘘，毕竟家主答应过，只有2人完成大婚，才能将玄机阁交给他。他就这么想做玄机阁阁主啊？前些时日，我还见他与那位浓情蜜意，没想到转头就……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玄机阁和顾家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大胆！将这2人杖责20大板，赶出府去。我顾家不需要这样背后嚼舌的下人。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饶命！大少主，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
听说你在看下个集时，你当真要与那人？我本就是被家主只给三少主，如今他归来，婚事自然是要继续。可是，下个吉日在半月后，你可以……已经过去了3日，我等不了这么久。定在3日之后吧。为何这般着急？寿血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会婚日。3日的时间，重新量只喜服都不够。无需重置。可你那喜服染了血迹，随便采买一套便好。你当真想好了？自然。三弟，我是说，给你拜堂的那位，他……我不知道。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你当真考虑好了？是。三少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夫人，怎会在此？三少主，三少主夫人，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大喜之日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把二姐送的珠钗落在房间了。只是珠钗而已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也是发现，你忘了带珠钗。夫人先行过去，我这就去取。如此，便有劳三少主。
三少主，及时已到。主人，属下幸不辱命，已将玄机阁阁主令牌带回。呈上来。是。人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小的这就去看看。啊！报告。对其俯首称臣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玄机阁笑话？哼！自古成王败寇，既然阁主令易主，那么谁持有阁主令，玄机阁就是谁的。此刻，阁主令就在我主人手里，识相的，给我让开！何总管走后，我如同被断了手脚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收复玄机阁与顾家后，也需要有人打理，日后便由你。不对，那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玄机阁阁主令乃玄铁所制，怎会如此轻？属下不知。混账！皇兄，别来无恙。玄机阁死事，只认阁主令，不问缘由。倘若一日，阁主令当真落在有心之人手里，难道我们就当真可以作为他们手中残害忠良的刀刃？但现在他在你的手上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玄机阁的阁主。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我和你们都一样，自小在玄机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每个任务调查的原因是什么，也不知明日又会在哪儿。我们都只是阁中按照轨迹旋转的齿轮，是任何人手中的一把刀罢了。我曾问过自己无数次，究竟要的是什么？是自由？是权柄？不，都不是。
我想要的是知道我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，是寻找我心中的道，做自己的决定，为自己而活。即便这条路是一个人独行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也能找到自己的道。你没死。皇兄是觉得我该死于城外的竹林，亦或是前几日的大婚？果真是你！这么多年来，皇兄对我的照拂，这份情谊，我该如何回报？只可惜这刀剑无眼，皇兄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已经2次假死骗我！皇兄难道觉得易容幻音这种伎俩便能骗得过玄机阁？你为了瞒天过海，不惜将那个人毁容？还是说，你以为何总管死后便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了吗？何总管跟着父皇多年，做事极为谨慎，从来没有人发现他与你的母后，亦或者是右相，应该是与你的外祖父交情甚密，甚至在死前还毁掉了秘密传信的灵属的暗道。只是可惜了，这百密一疏，天字任务传出，灵属未归，恰巧躲过了一劫。不过是一只老鼠罢了。玄机阁天字任务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暗阁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调查起。我们重新挖开了通道，顺着灵属，找到了右相府邸。无论是顾问霜、何总管，亦或是右相，都将你保护得很好。我手里没有关于你的证据，只能以退为进，引你入局。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没用的，我的人随时潜伏在他身边，烟火为令。如果你还在意他的性命，现在就放了我！我的好弟弟，你为何会如此在意他的生死呢？明明你该跟我一样恨他的吧？你的母后之死害你这么多年，形同被废的境遇，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啊！若我今日与他同死，即便你继承了大统，又怎么能堵住悠悠众口啊？皇兄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在乎他的生死。今日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但皇兄疏于管教，我又无法替父皇管教于你，只能请你去皇陵，跟你的母妃好生陪伴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带下去。我还没说，我没说。殿下，陛下那边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人这一生，何为真假？莫要到了最后才追悔莫及。
下小心！部下，快来人呐！死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，护驾！护驾！把他们拿下！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之前体内的余毒未清，如今又中了暗器上的毒，我是不行了。你和你的母亲真像。你的母亲云穗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她一手创立了玄机阁，拜见阁主。自那时起，我便为她倾倒。只可惜，她爱上了秦宇恒，可秦宇恒却为了家族娶了别人。云穗与他恩断义绝之后，他才发现已经怀上了你。他伤心欲绝，我想娶她，我想给她一个名分。没想到我二人的婚事，让秦宇恒被心魔所困，他走火入魔，将自己满门禁书吐露。我赶到丞相府的时候，那里已经血流成河，只剩他一个人。是我杀了他，的确是我杀了你的父亲。后来，入宫的涟漪出事。我没能救下他，只在刺客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便是顾朝夕。那时候，云穗刚生下你，我们知道宫中生变，为了保全涟漪的孩子，他忍痛将你留在了玄机阁。将涟漪的孩子以自己孩子的名义带回了顾家。我们不是没想过要秘密探查，但因为玄机阁自身传信的隐秘，再加上宫中封锁消息，前去探查的云穗，他最终
是我对不起他。昨日之事，就当是对这些年的一个了结吧。玄机阁护驾有功，追封顾江为永安侯，顾家长子，可世代袭承爵位。谢陛下。没想到殷焕竟多年以来处心积虑，如今更是罔顾父子之情而战，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。将他与右相一起交给律审司处置。是，陛下。周儿，你可想要什么赏赐？你方才所言，可当真想好了？是。你想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答应，但想娶她，朕不能同意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此间之事已告一段落，刚好玄机阁在江南的布局有变，我去看看。你没有随我们入宫面圣，是不是已经猜到了那个人的身份？后来入宫的涟漪出事，我没能救下他，只在刺客的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就是顾朝夕。既然已经知道朝夕是谁，那他的身份也不难猜了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大婚那天，便是你们二人合谋，你早就知道他没死，还是说，因为他隐瞒身份欺骗了你，所以？那日事发突然，我想着将计就计，用阴阳两生匕首让他假死。可是那匕首只会伸缩，若刺入后不流血液，那必定会暴露。所以我想划破自己的手掌，混淆视听。但他……我的确一直在告诉自己，他明白我的用意，可我没有受伤。我也不确定，他有没有将匕首上的宝石按下。可能这就是关心则乱吧。现在一切回到正轨了，也好。父皇，为何非要阻止这门婚事？当年你与母妃，不也是力排众议才走到一起，还立他的兄长为将军？可我到最后也没能护得住他。你若当真要力排众议娶她，就要想想是否能护她一世主权。可你们二人不是已经拜过堂？大哥慎言，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罢。他终究是太子，而我……如今圣上已封我为永安侯，若你需要一个入宫的身份，我永安侯府便是你的后盾。大哥不是最不希望卷入是非，甚至想过散尽产业，为何答应这样的恩典？你若想去江南，我正好可以将京城的铺面全部清算，随你同去。但倘若你想入宫，永安侯府会永远是你的靠山。原来你我多日的恩爱，对夫人来说，也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大哥，
在下不才，也算是帮衬过夫人。夫人之前承诺过，若是我有想问的或是想做之事，尽可跟夫人说。是。为夫家中有些棘手之事，不知夫人可否帮衬一二？何事？我有位心上人，可是他却诓骗我，与我的大哥相知相恋，此事让我甚是烦恼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是大哥告诉你的？那日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但是顾江，家主始终觉得已无法重回师门，我与大哥商议，将他的尸骨送回天机门。至于当日我为何会潜入宫中，难道不是你说7日后动手？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未婚时。我与夫人说过，若在离去，定告知归期；若在远行，定能告知归期。阴谋此生，能遇到如此聪慧之人，若是不能携手，定会抱憾终生。我与夫人在扶风阁中还有一盘残局未了，夫人教我的招式我也并未完全学会。既然夫人家中之事是由大婚结束，那我的家中之事就由这大婚而起。至于我的家事有些复杂，在大婚之后，我再一一和夫人细说。夫人觉得可好？我自是想护她一世周全，但她从不是我需要保护之人，而是足以与我并肩之人。那夫人可愿相助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同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映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